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路径动画功能制作飞机穿越建筑的动画效果。那么所谓的路径动画，就是让我们的物体沿着我们绘制的路径去移动。这种动画的优点就在于过渡很流畅，可控性也非常强。那么在当前场景中，我们可以做一个设定，我们可以让小飞机沿着这个楼房穿过中间街道，然后再绕过这个边缘建筑，最后驶离当前场景。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绘制路径，这里有一个准则，我们飞机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开始绘制。我们进入到顶视图中，我们使用EP曲线把大概的路径绘制出来。绘制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调节曲线的高度。那么这里我们先调个大概就可以了，后面修改是比较容易的。好了，调节完曲线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路径动画了。我们选择飞机大圈控制器，加选曲线路径，接着在约束菜单中展开运动路径，然后执行连接到运动路径，这样我们的飞机就能跟着曲线运动了。那么这里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飞机是横着飞的，这是因为向前的轴向不对。我们打开属性设置，切换到运动路径。一般情况下，我们向前的轴向默认是 Z 轴。好了，解决完飞机横飞，我们还要解决速度问题。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速度是缓入缓出的。如果我们需要一直保持匀速，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当前面板，然后打开曲线图编辑器，接着把曲线设置为直线模式。这样我们的飞机就能一直保持同一速度行驶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路径动画，我们默认是多少帧，创建的路径动画就是多少帧。如果我们要改变结束的时间帧，我们可以直接在时间轴上移动关键帧。例如当前是120帧结束动画，我们可以提前到100帧结束。那关于飞机路径动画的创建差不多也就这样了。但是对于飞机本身的动画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飞机在转弯的时候，机身是会向内旋转，形成一个欧拉角，所以我们需要在飞机转弯的时候，给机身增加一个飞行姿态的修正。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使用内圈来调整飞行姿态。我们选中内圈控制器，我们在平飞的时候设置关键帧。接着，我们在转弯的地方调节飞行姿态。这样，我们的飞行姿态看下来就要真实一些。最后我们还可以给螺旋桨加上动画，这里我们可以用循环动画。我们在任意帧设置关键帧，然后在后一帧调节一个旋转角度，接着把这个关键帧复制到前一帧，然后我们打开曲线图编辑器，开启前循环和后循环。这样这个螺旋桨的动画就制作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摄像机，做一个跟随飞行的视角，来看下效果。我们进入摄像机视角，我们调整角度，然后用内圈约束摄像机。当然，如果我们需要摄像机做其他运动，我们需要给摄像机打一个组，然后用内圈去约束摄像机组。这样一个跟随飞行的视角就制作好了。当然，这个镜头看起来非常硬，缺乏观赏性。我们可以给摄像机设置关键帧，让它在中途的时候做些一些镜头变化。
好了，这样我们的飞行镜头效果看起来就要好多了。至于更细致的变化，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下个视频我们来讲滑梯的路径动画怎么去制作。